好，最后一节的环球大战线，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中东的议题，但现在要回到美国本土哦。来看上个周末，有许多的美国民众呢，没有利用周末去这个放假享乐，而是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无往日的示威游行哦，就是抗议川普政府啊这个第二任期以来一系列的迷之操作，甚至不惜发动了一场美国人认为本该不需要去投入的战争，包括在欧洲、意大利、伦敦、巴黎等许多大城市也都来一起响应，尤其是当美国前阵子出现了这个粗暴的 ICE 哦这样一个移民执法局非常粗暴的举动，再加上这场劳兵伤财的中东战争，老百姓现在更加的受不了，认为这个战争是你美国大人物决定的，但凭什么这个能源的价格、物价飞涨都是我们老百姓在买单呢？简单一句话，就是这场战争如果打得越大、打得越久，对于川普政权的期中选举，还有整个国会的布局都会更加的不利。所以，我们进入到2026年，看到川普第二任期以来哦，他就是油门全开，不断的这个踩油门，然后干大事。但是干大事干了这么多，干到现在呢，这些因果轮回要反噬到他自己身上了吗？我们先请问委员来发表一下你的见解。对啊，我真的很替川普担心哦，也替他捏一把冷汗。坦白讲，在我内心里，我是希望川普能够长久的掌权下去的哦。那么这个因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是有很大的帮忙，但是现在情况看起来不太乐观哦。不太乐观的原因是我只举几个讯息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最支持川普的就是福斯电台了吧？对，福斯电视台做出来的民调，这个结果都是反对出兵伊朗的哦，打伊朗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连福斯电视台哦，他在前一段时间还挺住了哦，说5-5波哦，那么现在他都不得不把真实的民调反映出来，说他的民调结果都是这个多数的美国民众认为根本不应该打这场战争。是第二个讯息是什么呢？是川普自己家海湖庄园的那个选区，佛罗里达州第87选区的众议员改选，民主党赢了。这是跌破大家的眼镜的。佛州一向是共和党的大本营，更不要说海湖山庄园在的那个87选区是川普自己的选区，他家就住在那里。那个选区，这个川普所支持的候选人，共和党的都落败，民主党拿下来了。民主党在过去这段时间连续赢了12场啊。所以当然，在这个美国所有的预测说，如果这个趋势直接走下去的话，今年年底的这个期中选举，川普必然大败啊。然后呢，这个民主党可能会把众议员给拿回来了哦，那么这都会对川普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最近另外一件事情也反映出来，美国民众现在对川普这个另外的不满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纽约的拉瓜迪亚的机场的那个对撞事件哦，就是一个加拿大航空的这个客机撞上了一辆消防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搞 Dodge， 他们这个跟政党之间的斗争，所以呢导致到预算这个薪水发不出来，所以 TSA 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啊。美国航管的大夜班人力只有2个人，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拉瓜迪亚这么频繁降落使用的机场只有2个夜班的航管人员，所以才会导致到这样的状况哦。而且最近这段期间，如果大家有朋友在美国的，就知道说，美国所有的机场安检啊一团乱，乱到简直是惊人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预算，没有薪水，所以 TSA 没有人员。然后川普还帮倒忙，他叫ICE的人去机场执行安检哦。然后呢，最后机场的人说ICE不要来就算了，ICE来了还帮倒忙。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民众现在深层的不满。那你更不要讲接下来的油价上涨、通货膨胀了。所以我真的很替这个川建国同志担忧啊。真的好，就像我刚刚帮我们分析很多，川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管是出兵这个伊朗做外局的布局，还是在美国内部已经像个高压锅一样，整个压力都已经快顶不住了。对于共和党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广播公司的一份统计就显示，这次期中选举前宣布退休的共和党议员哦，也就是放弃争取连任的人数就已经高达36位了，感觉他们的政敌民主党感觉这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哦，就等着看共和党自己玩火自焚，然后他们的这个民意就往民主党这边来流向了。所以，姚老师你怎么看川普这次的举动，会不会现在一人毁全党的感觉在这里发生？现在看起来，在年底的期中选举共和党的选情不妙，尤其是在众议员的方面。目前我们看到36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说不选了，不过这里面有20位其实是要去选州长跟其他的职位，不过也有很多的因素哈，其实他也是不太想再待在华盛顿了，所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职位可以去。
那相对于共和党，民主党只有21位说不选，而里面2/3其实也都是要去选别的职位。美国的众议院总有435个议员哈，那可是他每2年改选一次，这个在别的选举制度看不到的，是因为2年的改选是表示说你选完了之后，可能就准备下一次选举了啊。大前委员最了解，你大概能够休息个半年，你接下来就准备下一场选举了。然后他也一样也有初选呢，所以事实上在比较激烈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对于这个选举而言，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有些人其实是因为选举的压力，有些人因为又要奔波于在华盛顿，跟就是他的选区哦。那有些人现在是很清楚是受不了川普了啊，特别本来是很支持川普的那个 MAGA 的大将叫做这个 MT Green 啊，因为女性，对，那他就是因为倒不是因为目前伊朗战争，而是因为那个爱泼斯坦案哦，爱泼斯坦，川普就是不愿意讲话，是不愿意讲真话，那事实上违反了很多宗教支持，尤其在 MAGA 里面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不满，所以有些议员没有办法再帮他辩护下去，那只好说老娘不干了，我老子不干了。是了解。好，川普现在要担心的，除了可能很多的 MAGA 大将呢都要背弃他而去之外国内的反弹声浪、民调上的打击，他还要小心他的人身安全。怎么说？因为现在有消息指出，伊朗或者是极端的什叶派可能会派出各种暗杀，因为《纽约时报》就掌握到资讯，可能有高达1000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现在潜伏在加拿大，挑准时机可能要这个渗透到美国内部进行一些攻击或是捣乱，我们不知道，但要观察。另外，法国也在周末的凌晨发生了，在这个美国银行办事处前呢，有2名嫌犯，非常年轻的未成年他们想来这个点燃这个燃烧弹来抗议，所以现在中东战火的愤怒影响到是全世界的什叶派，还有极端的穆斯林人士。现在大家都要开始让美国付出一些代价。好，伊朗针对美国的反击或许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军武上的不管是飞弹、导弹，乃至封锁海峡、经贸层面，甚至是现在让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成本大增因为要防止这个极端的穆斯林在美国做出更多的极端的事情。这会不会是一种另类的不对称作战？我把你跟你的战争从战场上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全方面来打起。舰长怎么看这场战争？如果我们看伊朗的这个经验的话，还是不要发动美国国内的恐怖战比较重要。为什么？免得美国突然又团结起来了。是对不对？那就当初911的那种，对那个时候，也就是当初他们对于伊朗的误判也是如此。是。那我们这边看到 No King Who is King？川普川建国统治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看那个桥水避险基金，他的一个创办人达里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那他来谈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的话，我们来看到，如果在这个第10点就是过分扩张，然后在第11点呢就是失去竞争力，然后还有这一个贫富差距变大，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美国？那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刚刚那个大千委员有特别讲到巨额债务，就是第13点。那现在又说要印钞票了，钞票上还要印川普的那个签名，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它真正的意涵也就是美国又要开始印钞票了。那印钞票其实也就是让整个国家的秩序越来越破败。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国家内部，但是如果说我们换成是一个美国现在的，它是自认为是一个帝国帝国什么时候倾颓？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4项这里，也就是财富与政治分歧逐渐扩大。美国是不是现在就在这一个点上？其实不止它有第5个点，财务状况恶化且冲突加剧。